昨夜扔钱的时候不是挺精神？输光了就跪，跪烂膝盖也变不出1文钱。这是哪儿？我不是还在酱坊腌鱼藏？沈都，别装！2两，白纸黑字，手印还在这儿。3日，最多3日，还不上，这挨着渡口大路的祖宅归钱会抵债。2两，钱会祖宅。按，敢借就敢按。沈度27，大江村烂赌鬼，我成了他。六娘婶儿，跟他费什么口舌？3日都算宽的。富贵，你少插嘴！我今日是来讨债的。这人你还不知道，嘴上说还钱，转头连锅都能当了去喝酒，咱沈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苏家那闺女跟了他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诺诺别看，苏乔，原身的妻女，这具身子欠他们的不止2两。苏乔妹子，你还年轻，别跟着他烂泥耗死。诺诺都烧成这样了，趁早跟哥回娘家。你爹娘那头我替你说。那宅子本就是老沈家的东西，你一个外姓妇人带着孩子也守不住，不如让哥替你料理了，还能换几个钱给诺诺瞧病。听见没？说是帮苏乔，眼睛还是盯着那块地。可不，沈家那院子挨着渡口，落他手里，转手就是好价。平日一口一个兄弟，真到这时，比外人下手还快。沈度倒是吭一声啊，跪手装麻吧，钱就不用还了。烂赌鬼说100句悔改，不抵拿出1文钱实在。欠契，给我看看。怎么想赖？我看数目，本金2两，我认。哟，今日倒像个人了，拿了契就快还啊！3日后还给你。3日凑2两银子，这不是逼他去抢吗？就他这身本事，去渡口扛活都没人肯收留。3日之内凑不齐银两，你的祖宅便按行规矩处置，到时候休怪我不讲情面。可以。沈度，这事我压根没点头，你凭什么擅自应下？江儿，这祖宅是爹娘留给我们唯一的念想，你先前输光积蓄还不算，现在连我们母女最后的容身之地都要一并搭进去吗？我一定会把银子还清。你每一次都是这般说辞，家里就只剩这点积蓄，是留着给诺诺抓退烧汤药的。你要是心里还放不下赌局，我今日就带着诺诺回娘家，从此再也不踏回这里半步。乔儿，你信我一次，往后我再也不碰赌坊半步。大伙儿都听见没？他居然说再不赌了。照我看，今天这太阳怕是得打西边升上来。干维哥，这筐杂鱼该怎么处理？腥气重，肉还少，半文钱都不值。直接到河边喂鸭子，这小东西刺儿比肉还多，没人愿意费功夫挑拣。可不是嘛，费心挑半天，吃2口全是细刺扎嘴，谁家愿意折腾这东西？老板，再来1碗炖家鱼。旁人只当这是喂鸭子的废料，可只要除尽腥气，文火煨至骨肉酥烂，这便是我翻身起家的第一锅吃食。沈度，你往河边跑做什么？这筐杂鱼，你打算怎么结价？你就要买这堆只能喂鸭的破烂儿？我要。沈度，你又要折腾什么糊涂事？你收好给诺诺抓药的钱，这笔钱我分文不动。你开个价。既然你非要自讨没趣，我便成全你，3文钱，这一桶杂鱼全都归你，少半文都不行。成交。诺诺还发着高烧，我都清楚。既然清楚，你还要买下这堆只能喂鸭子的烂鱼？是。你是非要逼死我们母女才甘心吗？苏乔，我明白，现在我说再多你也不会信我，若是实在无法理解，你便只当我是个疯子。这3文钱算是我向你借的，我只用来买这一桶杂鱼，半分都不会动诺诺抓药的积蓄。3日之内，我若是凑不齐2两银子，你直接带着诺诺回娘家，我半句阻拦都不会有。这是最后一次应，3文拿走。沈度，你要真能把这堆喂鸭的卖出去，往后我见你叫你沈老板。那你可得先练练吆喝，万一咱沈老板真靠一筐鸭食发了财呢？好家伙，这腥气冲天，也就河里鸭子肯碰。3日之内，2两银子我必定凑齐，祖宅不会被收走，你和诺诺也不必离开这里。沈度，你最好牢牢记住今日说下的这番话，不准你踏进屋子半步。我不进去。你要折腾那些杂鱼，就在院子里弄，千万别把腥脏东西带进灶屋。诺诺还发着烧，经不起折腾。你做什么？血水不能满院子流，弄个排水沟。你往水里撒盐干什么？去腥，直到变得好吃为止。喂鸭的鱼还有这么多讲究？也是，你这张嘴最会骗人。我来。小儿，不是帮你，是怕你把井边也弄脏。
沈渡，你这是改当鱼贩子啦？田婶儿，借我1瓢草木灰，明早还2条鱼给你家尝尝。哟，如今懂事儿了，还知道有借有还了。洗不干净可别赖我的灰不好。谢谢田婶儿，明早准还。他还会道谢。娘，好像没那么难闻了。你从哪儿学的这些？从前见人做过。不腌透，煨出来还是一股泥腥。鱼还得这么处理？家里还剩多少钱？你还想做什么？买粗盐、姜、葱、花椒、茴香，1小块桂皮。香料？你要拿那么贵的香料做杂鱼？香味出不来就卖不出去。3文给了刘战报，诺诺的要钱流出来，总共就剩下10文。沈渡，这是家里最后一点闲钱。栓子，粗盐2文，姜葱2文，茴香花椒5文，鱼1文，归你跑腿。洗干净，煨到位就能吃，做得好还能换钱。这么小火能煨透？皮烂了，骨还是硬的。鱼还要煨到骨头软？味道还是行，但已经没法调了。我早说过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卖不出去就算了，别再往灶里添柴。你又要做什么？沈渡，那是拿钱买的香料。错了就不能硬卖。今日糊弄出1锅腥鱼，明日整个渡口都记住，姓沈的卖的是喂鸭的饲料。这回火要压住，先温火，再鱼进煨，一夜不能断。你倒真像是做惯了的。苏强，你家大半夜这是做什么东西呢？怎么那么香？这回成了。烧还没退，怎么跑出来了？好香，娘，饿饿。汤，你喂它。小鱼刺多，能给孩子吃？都煮烂了。只给他尝1小口，慢点，汤就吐出来。娘，好吃。慢点吃，慢点。他昨日连粥都咽不下，今早竟肯吃了。真是渡口那筐喂鸭的小牙鱼。明日能拿去卖？还得再改一点。这还改？能更酥。苏强，你家到底煨的啥？这味儿一晚上勾得我睡不着。娘，爹做的鱼香。明日我跟你去赶集。你肯去？不是帮你，我去收钱，省得你又胡花了。谁家一大早炖肉，怎么那么香？一看你就不经常做饭，这味儿哪是炖肉，倒像是鱼。要不然歇会儿。不用。水灵灵的青菜，走过路过别错过啊！炸面糕，香喷喷的炸面糕。卖啥的？酥鱼，江里的杂鱼。鱼腥气，离我这汤锅远点，别串了我的面味儿。要不换个地方？不用。咦，这鱼怎么一点不腥，还怪香的？哟，这不是沈渡吗？大伙儿快来看，大江村的赌鬼不喝酒了，该捡渡口喂鸭的废鱼来卖啦！赌鬼卖的吃食，这谁敢往嘴里放？吃下去，怕不是要被传染毒瘾？你怎么不吭声？你昨儿不是夸口3日还2两，今日打算靠这筐鸭食还啊？不好吃不要钱，鱼刺还能酥？你这嘴比鱼的鱼刺还硬，鱼刺要是能酥，我把这筐鱼连筐吞了。尝一口，不要钱。刺要是扎了嘴，这鱼你白吃，我赔。闻着倒真香，可这是沈醉狗做的，别第一个吃，万一吃坏了肚子呢？你们尽管尝，反正沈老板能赚钱，吃坏了让他赔给你。我可不当第一个吃螃蟹的。给我尝尝。咋样，老爷子，是不是嘴都被扎坏了，没法说话了？再给我1条，这鱼入口即化，一根刺都没有。这怎么可能？给我盛一波，带回去当浇头。收钱。这鱼配着我那清汤面吃，怕是更妙。不急，一个一个来。碰一下怎么了？这是进嘴的东西，别用手抓。要尝，我加给你。喂鸭的废鱼倒让他卖出花来了。他那么会赚钱，想必也不介意我涨价。
刘把头，杂鱼2筐，总共6文，3文一筐，那是前几日的价，涨价了，50文。50文买一筐喂鸭的鱼。把头，这是不想卖？卖啊，怎么不卖？50文一筐，爱要不要？那我不从你这过。这渡口上下的鱼，往后都得先过我余杭的秤。姓沈的，你绕不开我。老张，杂鱼卖我出4文，比刘把头还高1文。宁可喂鸭也不卖你，给钱都不卖。刘把头是我们的大鱼，他一句话断我一家生计，你这4文抵得过一家老小。别问了，问谁谁摇头。几条船都让他打了招呼，这渡口是真堵死了。如果没有鱼，明天怎么办？找到有鱼为止。刘把头在附近几个村都认识，他要是提前打了招呼呢？那就找不靠他吃饭的人。院门开着，这一家有了。娘，这种鱼又腥刺又多，我拿去喂鸭吧。败家玩意儿，好歹是肉。你弄得又不好吃。大嫂，这些你们打算怎么处置？咋？你要买？买也行，加工也行。怎么加工？鱼你出，我替你做好，一半还你，一半归我。喂酥？这堆小鱼刺多肉碎，你们自己收拾，踢刺踢到天黑也吃不痛快，得费大半日功夫。刺不煨到酥，扎嘴，煨过了火又散了。给我，今夜我替你们煨出来，明早你家就有一盘连刺都酥的下酒鱼，不花1文。娘，前几日渡口有人卖那个酥鱼，说连刺都能吃。缺斤少两怎么办？何老根家杂鱼1桶，鸡拌白条掺着，有秤吗？我去拿。何老根家杂鱼160两，有时下锅。火候到了，刺就酥了。爹，鱼刺酥了吗？娘，沈家来了。真做好了。昨夜160两熟鱼缩水，这是分你家的，自己称。哟呵，你们还真敢让我称？当面清楚，省得日后说不明白。哎呦，刺都酥了，这真是那筐喂鸭的肺鱼。连骨头都香。何嫂子，这鱼谁做的？咋那么香？我在村东头都闻见了。沈家鱼你出，他替你处理，不收费，最后一半还你，还给你记账，当面称。我家那口子今天上午才去网的，大鱼都做熏鱼了，这是剩下的小鱼儿，能喂不？一个一个说，谁家多少斤，什么时候送来？哟，沈老板生意挺红火。姓沈的本事挺大呀，收鱼收到人家院里了，你们找他处理，给掺上死鱼烂鱼谁分得清？吃坏了肚子谁担着？孙郎中，你评评理，这河鱼脏不脏？这鱼你做的是，可他这话也有半句是对的。死鱼病鱼隔了夜发馊的，做的再香也不行。听见没？怎么？你知道他用坏鱼了？我告诉你标准，你真愿意学，吃进嘴的东西多严格都行。鱼哪儿来的？何老根家昨天拿的活鱼160两，有赞下的锅。味儿不错，处理的也干净。来路不明的鱼不收，臭鱼不卖，每一锅从谁家来，什么时辰下锅都记。生鱼熟鱼，刀板分开。还有吗？送货人要按手印。这样倒清楚。有孙郎中这话，就敢买了。沈小子，手艺不错。人家来路是石头点都记着，就你嘴脏。账在你手里，收谁家的都由你说了算。你说不收，我不碰过。你就不怕我耽误你挣钱？我信你。你克的？不打密号，别人拿别家的馊鱼赖到咱头上怎么办？这几日带熬分的鱼卖出去，扣了柴盐油纸，手里攒下1两令35文了，离2两还差得远。散卖力薄，明日换个卖法。还换？酥鱼浇面。沈小子，今日还挨着我摆，今日不光挨着，咱俩一块卖。面钱归我，鱼钱归你们，账分开记。苏掌柜的管账，我放心。连刺都酥，这个顶饱。这位老板也给我1碗。哎呦，吃了他家的鱼，吃死人了！我早说了，鸭子吃的人不能吃，快报官去！什么时辰吃的？哪一份？就刚才。好，那就当众验。鱼有来路，锅有计时，油脂有标记，请官来查。谁吃坏了？
货从哪儿来？来路、送货人、下锅时辰都在这儿。今日每一份都盖了审计记号，是不是沈家的货，一验便知。这规矩你定的，孙郎之立的。这鱼发馊了，油纸上也没盖章，根本不是沈家的。那这馊鱼哪儿来的？是刘把头给我一串钱，让我买通闹事，诬赖粮商，跟我回市司说清楚。原来是他使坏。这一回月没白受，他的尾巴露出来一截了。哟，听说酒鬼赚大钱了。刘良辰，2两钱，你查查。真还上了。本钱是本钱，利钱是利息，利息1两，今日少一个铜板，这祖宅照样归我抵。你个妇道人家看得懂？头一天六娘审上门，我照着元气抄过一遍，本金3两，没有利钱。这张纸太新，墨也不是同一日按的。刘文书，你来断。这张旧契的字是我写的，原来契上我一不小心滴上了一滴墨水。站住！这假契的事，祖老得问清楚。沈度，债清了。往后我这面条可就指望你家苏鱼了。爹，鱼以后天天都有香香鱼吗？只要爹不偷懒就有。昨天小厮带了你的酥鱼到店里吃，味道太香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酒楼供货？每日50斤，你供得上吗？望江楼要50斤，咱俩就算不吃不喝，一天满打满算才出50斤。再这么下去，钱没赚到，人先垮了。光靠咱俩接不住这单。爹，你和娘怎么还不睡？这就睡。咱得招人了。招，从明天起还可以加新货。新货？审计招人，管饭，月前按活计算，先学后做，不许偷懒。沈度，我来。梅娘，你当初可把人家骂得最凶。骂归骂，他有手艺我就服。我男人打鱼的，要论收拾鱼，全村没人比我利索。留下。都愣着干啥？审计管饭还给月钱，比在家带孩子舒服。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师傅，苏谷的方子交不交？从今日起分4座，去鳞去内脏归梅娘管，其他程序各有各的活。所有人不许乱串。抛鱼提腮，谁比我快？尽管来比。4道工序分开，谁也见不着全套。这不是不信你们，是我们赚钱的命根子，也是你们赚钱的命根子。郑福，你干啥呢？我看灶上火大了，怕烧糊。火候有我，你回去包装。哎，这人眼睛不老实，盯着点儿，分了工就是防这个。盐轻了，走味儿。这坛发过了头，酸。这是第9坛了。这东西要是做成了，咱的鱼才出得了咱这个村子。出村干什么？镇上这单还接不过来。镇子太小，这鱼早晚要往州城，往更远的地方走。成了。以后那些只能喂鸭子的小杂鱼都能做成鱼酱，大一点的做酥鱼。郑福呢？审计古酥鱼新铺开张，比老铺便宜1半，连刺都酥喽。这跟渡口张老哥面摊旁上卖的不像啊。一个方子出来的还能有假？哪儿来的假审计？审计香味可比这浓。审计，我男人吃了你家的鱼，上吐下泻，人都脱了形。审计都有印章，你们买的那个有吗？这是我们的红印，完全不一样。这鱼发过馊，还重盐重味盖着，是想遮住臭，吃坏是必然。政府那办着方丧的真流出去了，有人打着审教的幌子卖馊鱼害人，假货吃坏了人，脏水却泼到咱头上，这要传开，审计的招牌就毁了。不去对簿公堂，不告他，告一个冒出10个，要压假货，得让全镇的人自己认得出什么是真审计。真审计3样认得出：一看骨，连刺都酥，嚼着不扎嘴；二看印，火吸红戳，竹签烙印，缺一样就不是我家的。3看账，哪条鱼哪家什么时辰下锅，我这账册上一笔一笔记着，送货的都画了押，买我审计的吃得明白。市司已在去抓那冒名的摊子，往后认准，买错了，市司替你们做主。怪不得那便宜的都是假的，以后甭管谁挂审计的幌子，先看红印，印错的就是害人的假货。来呀来呀，便宜的好鱼，就是你家的馊鱼吃坏了人。
秋训要来了，没了鱼，作坊打就得停，几十号人的生计都悬在这场训上。沈度，秋训一来，半个月没人出去打鱼，没鱼下锅，望江楼每天的订单咋交？我家那口子船都拖上岸了，这月的工钱。谁说没货了？鱼仔，你早囤下了。前些日子事成的鱼仔能存能放，我留了心，江上鱼多的时候多做了些封起来。允期这几天先卖这个。鱼鲓30坛，鱼酱10来瓮，所以不能光靠这点存货吃老本。趁现在我去尽可能的收鱼，全做成鱼酱。沈老板，以往秋训镇上所有酒楼都不卖鱼，可现在客人天天点你家那道酥鱼，你这儿可还接得住？接得住头几日，往后你要真断了我的货，我这可没法和顾客交代啊。断不了，酥鱼没了有鱼酱、鱼鲓。才3日，存货就下去小一半。望江楼那边催得紧，镇上其他酒楼又都断货，人人都往咱这儿挤。照这么卖，撑不到退训。江上半个月不能下船，这可咋整？总不能眼看着断了吧？江里没鱼，不等于别处没鱼。今年这汛期提前，好些人鱼塘的鱼已经没了，水一漫梗，我这也要完，1年的辛苦要全打水漂了。王老丈，你要是现在起塘，你这鱼我全收。你真的全收？我收。当面过秤，当面记账，当面给钱，价钱比你自己挑到镇上去卖还公道。你不用愁鱼跑，我不用愁没料，两全。成，我这就叫人下塘起鱼。王家鱼塘，塘鱼起货，当面称，按手印。这几天地里没活干，本来还想着下江网点鱼回来吃，没想到能在你这上工。汛期谁都不许下江，太危险。整条的做酥鱼送望江楼，碎的小的全熬酱，存得住，卖得远。没问题。别家断货这些天，反倒是咱囤货的时候。塘鱼虽贵些，可省了断货砸招牌的大灰，这笔账划算。这半个月家家断了进项，只有你这作坊灯没灭过。可不，刚闲下来的时候，我真是闲得难受。到头来，在沈老板的灶上，反倒把这1个月的脚用挣回来了。训退了，江里的鱼也回来了。往后不光收江里的，塘里的也一并收，江塘两头断不了料。沈老板，现在赌我望江楼天天有你的酥鱼、鱼鲓撑着，客人已经挤破了门，我算是彻底服了。旁人汛期没鱼可卖，你倒趁着这半个月把招牌越擦越亮。汛没来时，我们就把鱼鲓、鱼酱囤下了。断货的时候有货才是真本事。往后这订单只多不少，只是你这鱼咋能存能放？光供我望江楼一家，可惜了。这一场训熬过来，不但没赔，反倒攒下的比往常还多。光靠望江楼和镇上散卖，吃不完这么多货。这东西叫鱼耍，封在坛里能存多久不坏味？封得好，2、3月不走味，路上颠簸也不散。我从州城来，赶了3日路，鲜鱼出不了100里就臭。州城的酒楼货站从没见过连刺都酥还能装马车远运的鱼货。沈小子，大鱼上钩喽！沈老板，头一批我先要200坛，运往州城。你库里若有现货，我即刻就要。往后州城胃口大得很，你供得上，我常年都要。好家伙，这存货真够我头一趟车的。200坛我有，可州城路远，坛子经不经得住颠，经不经得住扇，运到那头还是不是这个味儿？这我没试。说得对，近处卖是一回事，远运又是一回事。封坛的盐、荷叶、火气差1分，路上就坏1坛。坏1坛砸的是审计在州城的头一回脸面。好一个没试过就不乱应。行，这头一趟坛子路上出了岔子，算我的，不赖你。走得通，往后咱常做。这一趟是审计出村的头一步，还清了旧债不算，扣了故宫的月钱、盐柴坛子，手里还攒下几10两。半年前，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。可陈掌柜要往州城运货，这一步迈出去，就不是咱一村一镇的事儿了。你真想去？乔儿，你想想，半年前这鱼是喂鸭的废粮，今日汛期别家断货，全村的鱼、塘户的鱼都往咱这儿卖，几十号人靠着几口锅吃饭，镇子就这么大。几家的鱼，几家的人，喂不饱一个州城。可只要审计的字号立到州城去，大江村多少人家的鱼有出卖，多少闲人有活干，这条路值得走。那就走。到了州城，还是我管钱。都瞧瞧，咱大江村的鱼要坐马车去州城喽！这搁从前谁敢想？何贵，想当初这鱼是喂鸭的，如今是要卖到州城去的宝贝。爹，你们要去好远的地方吗？那还回来吗？回来，等我们和鱼鱼在州城安了家就回来。陈老板，丑话说在前头，州城不比乡镇，
那儿的渔货生意早有几家老字号占着，你这坛子一进城，好不好卖还不一定。我这鱼走得了千里。这一条街的铺面比咱整个镇子还热闹。沈老板，货我收下了，只是这话我先说明白，州城的渔货烟货大半攥在隆昌号周东家手里，酒楼进货或占铺面都得看他脸色。你这200坛我自己卖收，可你们要想往各家酒楼铺，人家就不一定敢收了。意思是没有隆昌号点头，州城的货就铺不出去。我的杂货铺吃下200坛已是尽力，再多我可不敢得罪周东家。铺不进酒楼，就先卖给街上的人。州城人没吃过，得让他们尝。你要当街摆摊，在州城外来货摆摊可没那么容易。容不容易，摆出来才知道。这段时你从我这拿的货，我替你卖，钱给你。不知诺诺在田婶家闹不闹人？等州城站稳了脚，头一件事就是把他接来，让他看看爹的余欲走了千里路。乡下来的渔货，州城什么鲜鱼没有？谁稀罕你这腌了盐的东西？州城的鲜鱼，今日买今日吃，出不了城门就发臭。我这坛鱼揣着走3日路，送到你乡下老家，带去外渡铺子，开坛还是这个鲜味。走3日路都不坏？这坛是3日前从大江村装船运来的，你自己看，自己闻。我明日就要下乡探亲戚，路远，鲜物带不得，给我来2坛，这个能带。送礼也体面，给我3坛。我那开铺子的兄弟在外挡，正好捎去。慢着，城隍庙前这片地面上卖鱼货的，哪个不是在渔安会挂了籍、领了引的？你一个外乡人，无籍无引，也敢在州城做渔货买卖？没渔安会的引就是私货黑货，各位当心，别买了没处说理的东西。渔安会管的是生鲜鱼市，我卖的是腌透封坛的熟货。崔管事，熟食腌货不归鲜鱼行所辖，这是州城的老规矩，人家账清货明，不犯规矩。原来是隆昌号的人，这是怕外乡货抢了他家生意，后来搅局呢。那鱼下酒绝了，封在坛里带回家，搁10天半月也不坏。沈老板，我德月楼在州城也算头一档的酒楼，这鱼组这素鱼我要长期进货，你开价。德月楼连他都主动上门了，这州城的门算是撞开了。我这就传信回大江村，让作坊加封鱼手走水路运来。州城这条路既开了，就不能断。东家，那外乡人姓沈，货叫古素鱼鱼杂。这几日城隍庙前排的队，快赶上咱铺子了。前几日德月楼冯掌柜上门要长工之后，不少酒楼掌柜也去找他了。州城的渔货20年都是隆昌号说了算，一个乡下人凭一坛腌鱼，就想在我眼皮子底下分一杯羹，能连刺未酥，能封坛远运，这方子倒是值钱。崔福，你去会会这位沈老板。沈老板，前几日多有得罪，我家东家听说你手艺好，特意让我送个后生来给你打下手当学徒，工钱我们自付，只求跟着长长见识。打下手可以，搬坛洗鱼收钱都成。成，阿贵还不谢过沈老板？谢沈老板。香料的分量不在这碟里，在我心里。你回去告诉你那周东家，想偷不走。撕破了脸，隆昌号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软的探不着，接下来该来硬的。沈老板手艺是真好，我周某人在州城做了20年渔货生意，头一回服一个外乡人。这里是500两，你把古苏鱼鱼杂的方子，连同沈记的名号一并卖给隆昌号。往后你拿着这笔钱回乡，安安稳稳当个富家翁。州城风浪太大，不用你趟。周东家，这方子不卖。500两买你一个乡下当方子，还嫌少？不是嫌少，这方子卖了，我大江村几十户人家的鱼就没了去处。我这鱼喂饱的不是我一个人，这条命根子多少钱都不卖。好一个命根子！沈老板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州城这潭水深得很，有些门我给你开，也能替你关。3日之内，你若改了主意，隆昌号的门还给你留着。沈老板，
那么多钱你干嘛不卖啊？方子是咱的根，根不能卖。他能关的门，是别人求来的门。我审计的门，是靠一锅一锅的鱼自己挣出来的，他关不上。沈老板，借不说话。昨儿夜里，龙昌号的人挨家酒楼递了话，周东家发了话，谁家再进沈老板的货，往后龙昌号的鱼虾烟货一概断供。所以德月阁要撤单？不是我冯某人不讲义气，我德月楼一天要用多少鲜货，80%都攥在郎枪号手里，没了他的货，我这楼明日就开不了张。沈老板的鱼再好，我实在扛不住啊。我明白，你先顾着你自己的生意。我一早去打听，望楼在周城那个分号飓风馆4海顿，但凡沾龙昌号货的，把咱的货都撤了。就一夜功夫，咱铺进酒楼的路全断了。酒楼这条路是走货的大头，散卖零买，一天卖不了几摊。沈老板，要不先服个软？周东家不是要你的方子，给他分点利，他松了手，咱这货还出去。他断的是酒楼的路，可这满洲城的人又不是只有酒楼才买。沈老板的意思，酒楼不收，我就卖给街上的人。一坛一坛卖给州城千千万张嘴。东家，酒楼都不要了，咱这些货还有大江村那头正往这儿运的，可咋办？要不先歇几日？歇一日，库里就多压一日的货；作坊那头几十号人就多荒一日，不能歇。明日起不等酒楼，咱多支几个摊儿，城东、城西、码头、庙口，把审计的鱼直接摆到州城人眼前。孙师傅，上回订的200只坛子我来取，顺拜再订300。沈老板，你的定钱我退你，这坛子我不能卖给你了。定钱都付了，赔也捏好了，怎么说不卖就不卖？龙昌号的崔管事前脚刚走，撂下话了，我这一家老小就指着这窑吃饭啊！沈老板，别为难小的，上头有话，粗盐细盐1两都不卖给审计。盐是官盐，你们凭什么不卖？州城几家大盐行进货都得龙昌商号周东家的路子，他一句话我们东家不敢不听。大江村运来的货船今日靠岸，雇你们下货挑运，工钱照双倍给。沈老板，你的货我们不敢碰。坛子没了，盐断了，连下货挑粪的人都顾不着，他这是要把咱四面围死。东家，这可咋办？人人家里都有坛子，咱去收别人的空坛子。盐，走乡里的盐贩子，零买散凑，他也赌不严。那下货呢？船就在江上了。卸货不用求脚行，咱自己下船扛，这点力气我出得起。这不是城隍庙那儿卖鱼的沈东家吗？自己下船扛货，这是顾不起人了。要在州城扎住脚，得有个自己的铺面。开铺子，酒楼都不敢收咱的货，你还想在州城租铺面？正因为酒楼不收，才更要开自己的铺。有了铺子，州城的人想吃审计的鱼，不必等我摆摊，天天都能来买。也对，自己有了铺，谁也断不了。你刚刚说你是沈老板，审计是。这铺子多少租钱？不租，这铺子东家昨说不租了。方才你还说空着等租客。实不相瞒，昌昌号放了号，谁把铺子租给审计，往后就别想在这条街上做买卖。州城这几条好街的铺面，房东们都得看昌昌号脸色，没人敢租给你啊。跑了7、8家，一听是审计，门都不让进。周世昌这一手比断货还狠，他要让咱在州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咱去偏僻的地方，没人买怎么办？酒香不怕巷子深。老张，这铺子还租吗？租啊？怎么别家不敢租给你，跑我这偏街来了？老张知道我是谁？哼，龙昌号那姓周的派人来我这儿放过话，他管得了那帮巴结他的，管不了我这把老骨头。我这铺子爱租给谁租给谁。那这铺子我租了，租钱按州城的行价，1文不少。咦，这味儿是真香！龙昌号酥鱼，老字号，信得过。今日贱卖，半价，比那外乡野铺便宜1半。他这是跟到咱门口来，倾销压价。各位街坊，可听说了？这审计的鱼是乡下拿喂鸭的废鱼腌的，腌的久了，坛子里都长毛发臭，吃坏了肚子可没处说理去。喂鸭的废鱼那可不敢吃，他血口喷人。当仓号，老字号，今日再降。听说是喂鸭的废鱼，闻着是香，可谁知道坛子里搁久了成啥样？嘴上的事辩不完。那怎么办？把灶搬出来，当着全街的面，从一条活鱼做起。来，都来看看。都说审计用喂鸭的废鱼，说坛里发臭长毛。今日我当着大伙
一步一步做，哪一步脏了臭了，你们当场喊出来。这黑魔都撕得干干净净，比我家里收拾的还细。废不废？你们看这肉脏不脏？你们看这水。现做的当然是好鱼，谁不会条条活的糊弄人？你那封在坛里搁了10天半月的陈货，才是长毛发臭的东西。好，那就当着大家开一坛存了半月。说我坛里发臭长毛的，请上来拿你自己的鼻子闻，臭不臭？不是他崔管事一张嘴说了算。哪来的臭？这是鲜香！我走南闯北，还没闻过存了半月还这么正的腌鱼。确实，一点臭味都没有，这鲜味比刚出锅的还正。崔福，备一份厚礼，我要去会会府衙里的那位老朋友。一个外乡人在城隍庙私摆鱼货，这商道上的规矩他一样不懂。师爷能不能查一查他的来路，验一验他的商籍？查当然能查。外乡客商入城行商，本就该验明籍隐，报官备案。他若手续不全，那这买卖就做得不干净了。府衙查案，外乡行商，籍隐呈上来。入城的路引、行商的籍册、租铺的契书都在这儿，请官爷验。光有籍隐不算，你这鱼货来路可清？来，要验可以，每一坛哪日装的，哪家的鱼，火期哪日封的，账上都记着。这哪是查案，分明是找茬。今日先记下，往后3日一查，查出半点不对，封铺。刘占鳌栽赃是市井的脏手段，这回来周视察是搬出靠山了。师爷说了，明早差役来查，就搜这儿掺假料、藏毒粉，做事的造伪货害人命，这铺子就到头了。有人举报审计以次充好，掺料造伪，还私藏害人的东西，搜！看，掺了脏料的假香料，这鱼你们还敢吃？官爷且慢，我审计的料进多少用多少，哪日买的哪家买的，账上一笔一笔都记着，这2包不在账上。再者，我审计的料包货坛封口都打审计的火漆红戳，烙审计的竹签印，这才是审计的料。这几包分明是有人夜里翻墙栽进来的赃。昨儿后半夜我起夜，分明听见后巷有响动。你们问问街坊，这几日夜里是不是总有生人影子？既无实据，今日暂且作罢，把东西带走。这段江面归曹帮管，外乡的货船想靠州城的码头，得报干纳份子。你的船没报，那份子应该多少？你开个数。一船货50两，往后堂堂如此，给不起船就扣这儿。码头这地界，你半坛也别想卸上山。一船货才值几个钱？50两，堂堂这么抽，货没卖就先赔光了。嫌贵，那就别走这水路。姓沈的，这州城的江可就这一条。东家，船一扣，大江村的货运不进来，没东西可卖，咋整？赵三爷说，这州城的江只此一条，那我们还是走陆路。他能买通曹帮卡这一条江，难道还能把通州城的每一条陆路都买下来？陆路运坛子颠得厉害，大马车队，人家曹帮和崇灵号也盯得紧。大车扎眼，那就不用大车，化整为零，小车分批走，一趟少些，多跑几趟，总要先熬过去。从大江村来，不走大江直下州城的水路，可以在上游的浅滩卸船，改走这条乡道，多花1日，但安全。分批走，不眨眼，一趟运个20-30坛，多备几拨人，轮着来。成，这乡里的道，我闭着眼都摸得着，就是得有肯出力，又不怕曹帮的人手。客官要雇船，我们这些散船，曹帮不待见。1年到头，给曹帮盘摞的只剩半口饭。曹帮抽你们多少？拉一趟3成份子，稍不顺他意，连船都给你凿个窟窿。我审计的货，从今日起，浅滩这一段专雇你们这些散船拉，
份子我不抽，按趟给钱，当面结，比曹帮公道。他曹帮欺你们，是欺你们各自一条船，散着没底气。可你们几十条船，若都替沈记拉货，抱成一团，他还敢堂堂凿船？干！给曹帮当了半辈子孙子，今日总算有个不欺我们的主顾。浅滩换小船，乡道走独轮，分10几波绕进城，咱倒攒出了几十条小船，一整条自己的运货道。这条道上的人都是被曹帮、被龙昌浩挤到墙角的，他把人往咱这儿赶，倒替咱把网支起来了。陆大人，您怎么到州城来了？办案有功，调州城市司当差，月前刚到任。听闻沈记在州城被人处处刁难，我便留了心。陆大人来的正好，我这儿正有一桩理不清告无门的冤。钱师爷借查案骚扰栽赃，曹帮无端扣船抬价，这些我都听说了。州城新到任一位韩通判，清正刚直，这条线我替你牵。威武！禀通判，钱师爷假借查案之名，3日一扰，后除栽赃，账目伙亲俱可对证。曹帮赵三爷无故扣船勒抬运价，受龙昌浩、周世康买通，人证物证。钱师爷身为刑名，不思秉公，反受商贾贿赂，罗编罪名，构陷粮商，你可知罪？下官只是例行查案。栽赃之物无审计火漆，无烙印，分明是夜里翻墙栽入。师爷的家丁已被市司麻下，供认不讳。是周世昌出的银子请托。钱师爷徇私枉法，革职查办。曹帮赵三爷勒索行商，一律严惩。至于那苍昌浩、周世昌买通官吏，勾结曹帮，构陷同行，一并追究。钱师爷倒了，曹帮的船也不敢再拦。这半月铺子的名声比城隍庙那会儿还响。站也站稳了，铺也开起来了，该把诺诺接来了。我天天夜里都念着他，走那日，他还扒着田婶的门框哭。我托陈掌柜的车队，先捎信回大江村。梅娘婶儿，娘呢？爹呢？都在州城等你呢。走，婶儿带你去找爹娘。光天化日抢孩子，来人啊！娘亲，诺诺，娘的诺诺长高了。爹，你们走了好久好久，我天天等鱼鱼香香的味道。往后天天都有。还是爹做的最好吃。从前在村里，我做梦都想不到，有一天我能在州城有个铺子。这才刚开头，以后会让你们娘俩过得更好。沈老板，路上的事我得说，有2个汉子想抢诺诺。他们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，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。出人命了！吃了苏鱼出人命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沈老板，城西出事了，有一家人吃了苏鱼，上吐下泻，老人没扛住去了。如今满城都在传，是你沈记害的命。城西，咱沈氏的货从没往城西铺过。又是这一套，走去城西。就是你家的鱼吃死了我爹！老张的事我痛心，可这鱼从哪儿买的？你先说清楚。前些日子，一个走街串线的货郎半价卖的，说是沈记的古苏鱼。各位街坊听清楚，我沈记的鱼，一不走货郎沿街叫卖，二不半价贱卖。
城西这一片，我审计开铺至今一坛货都没出过，账上没有的货，凭什么算到我审计头上？字字都记着日子、买主，这倒赖不到人家。那半价的货郎才是来路不明。那货郎说是用审计的方子做的。审计的方子？苏乔，你听见了？是有人套着咱的名头，要把脏水泼咱头上。陆大人，又麻烦你了。我们猜测就是龙昌浩搞的鬼，请大人顺着这条线查下去。害了人命就不是市井小事了。我这就带人去查龙昌浩的货段。这些发骚的陈货，重盐重味，盖着臭气，套上仿的审计油纸，半价倾销，害了人命。崔福，你还有没说的？是当初买通政府偷的半张，货是积压卖不掉的坏货。东家说套着沈家的名头卖，吃坏了人，正好泼审计脏水。还有这个，买通钱师爷的银钱往来，请托曹帮扣传的字据。周世昌这些年的旧账一并都在这儿了。害人的坏货，勾结的师爷，劫货的曹帮，一件他自己给自己攒齐了。我想泼他一身脏水，到头来是把自己的老底儿全挪了出来。龙昌浩东家周世昌以坏货冒名倾销，致人死命，买通官吏，勾结曹帮，构陷粮商，罪证确凿。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乡下泥腿子？你是输在那一锅一锅的真货上，假的终究盖不住真的。沈老板，龙昌浩一倒，如今周城的渔货就属你审计头一份了。我德月楼往后你可千万别嫌弃。德月楼长工，当面定，当面记，规矩不变。好，我这偏街的破铺子，如今成了周胜头一块金字招牌。叶鱼鱼的招牌是不是全州城最大的啦？是，可这招牌能立多久，靠的还是每一锅鱼都干干净净。沈老板，恭喜是真恭喜，不过丑话我还得说在前头。周城这地界你算是站到顶了，可周城之上，府城。沈老板久仰，老夫从府城来，专程为一口鱼。启东家客气，为一口乡下鱼跑这一趟，沈某担不起。担得起。老夫做了30年南北渔货干货，你这古苏鱼，我齐敬堂砸了30年银子都没做出来。老夫的意思很简单，审计并入齐敬堂，你做广丰号的大掌柜，年付1000两，你的方子、你的字号，我出重金买断。祁东家是明白人，我也说句明白话，方子是我大江村几十户人家的活路，字号是我一锅一锅挣出来的脸面，这2样不卖也不并。好，老夫敬你这份骨气，只是生意场上情面归情面，买卖归买卖，你不肯和，那广丰号就得在州城堂堂正正跟审计比一比。各位街坊，广丰号在州城也做古苏鱼，审计的鱼好，我广丰号要做的比他更好。跟这样的人打不憋屈。沈老板，广丰号找咱伙计说去他们那儿做工，工钱翻3倍，3倍啊！咱作坊里已经有人动心思了。东家，不是小的不念旧，可3倍工钱实在……想去的我不拦。广丰号给3倍，我给3倍工钱换不来的东西。1. 入股分红，谁在审计做满1年，拿工钱之外，还能按年头入一份干股。年底铺子挣多少，你们跟着分多少。2. 带徒分成，手艺我肯教，你带出一个徒弟，这徒弟往后做的货抽你1成，教的越多，你挣的越多。3. 管饭、管病、管老，谁家有难处，作坊垫钱，做到干不动了，审计养着。东家，广丰号给3倍工钱，可他那儿一辈子是个伙计，在您这儿，我是有股的东家。沈老板得罪，我家东家有令，州城上下的好鱼，广丰照日价加倍收。往后这鱼市的肥鱼大鱼，怕是轮不到审计了。沈老板，这是喂鸭的小杂鱼，你确定要这个？要，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价钱比你到河里喂鸭强。广丰号砸钱抢肥鱼，把这些小杂鱼全给咱剩下了。他不知道，审计的根本就不是大鱼，是这筐没人要的小杂鱼。当年我在渡口，就是靠他翻的身。广丰号抢肥鱼抢得脸红朵粗，哪知道咱这废鱼才是精髓。小杂鱼成本低，他花大钱抢肥鱼，咱花小钱做好货。广丰号古苏鱼便宜了，货真价实了，酒楼大师傅亲自掌烧，都来尝啊！审计货好，可百姓过日子讲的是个便宜，我半价卖，纵使亏也亏得起。沈老板，客儿都被广丰号抢过去了，咱要不降价？降不得，咱用小杂鱼成本是低，可跟着广丰号打价钱，是拿咱的长处去比他的钱袋，咱耗不过府城的家底。这味儿，广丰号的和审计比差远了，他们那刺儿很扎嘴，审计这个连刺都酥，鲜得很。贵这几文，值。
他用低价抢一时的客，咱用味道留一辈子的客。尝过好的就回不去了。价钱能比，我也比不了，这是他砸多少钱也做不出来的。东家，这半月亏了不少，客却越来越少，街坊都说宁可多花几文也要吃审计。30年了，还没人能让我齐敬堂砸下钱还讨不着好的。这局是我输了，输给这样一个人不亏。背礼我亲自登门。沈老板，老夫此来是认输的，这局我齐敬堂心服口服。齐东家言重，你堂堂正正来打，我审计也就堂堂正正接。比起暗里使坏的，齐东家是我敬重的对手。你我斗下去，你耗人心，我耗银子，两败俱伤，不如合作。广丰号的商路遍布全国，借给审计走货，你的方子字号我一个字不碰，你出货走我的路，我得脚力借你的名。方子字号守住了，货路铺到了全国，这是把咱的鱼送到咱自己走不到的地方去。痛快！沈老板，广丰号的商路我也给你打通了，往东6县，往南8镇，见你审计的火锹一律照应。光靠州城这一间铺，货是越积越多，有了齐东家的商路，就再不愁没处去了。老夫这半个省的路，就等你的鱼来走。审计酥鱼连刺都酥，来来来，都尝尝。审计的鱼可香了，别客气，都排好，都排好，鱼多着呢。你来看这个，清河分号报的是3日出货80坛，可火亲的用数对不上，货出了90几坛的量，账上只记了80，还有临水、燕仙的铺子，好几日是空的。铺子开得太快，人是新的，规矩没跟上。咱在州城守着一口锅，凡事看得见。如今隔着几百里、几十口锅，我这双眼睛照不过来了。爹，是不是家里的鱼开得好远好远了？可飞得太急，翅膀还没长硬。高掌柜，我这车明日一早就得走，20坛备好了没有？晚1日，我这趟就白跑了。快，火催大些，煨一夜这么慢，客都跑光了。高掌柜，东家立的规矩，酥鱼得温火慢煨一夜，骨头才酥。火一急，皮烂骨硬。咱这小地方，谁嚼出那点差别？火大些，一天能多做1倍，货出得快，钱才来得快。味儿重些，盖过去就是了。乡下人吃的是个咸鲜下饭，谁去抠那根刺酥酥不酥？都听我的，这一批赶出去，月底的账好看，东家高兴，你们的分红也多。这个月的出货准是分号头1费。不是说连刺都酥吗？这刺还这么扎嘴，味儿还齁咸。我买的这坛也是腥气重，跟先前尝的不是一个东西。我小舅子在清河捎信来说，那儿的审计鱼又腥又咸，这审计的鱼是不如以前了。我也听说了，价格没少花，味道不一样，谁还乐意？查出来了，清河分号这半月出货比别家多1倍，可火候的柴煨鱼的时辰全对不上，燕仙不空着，火漆糊着。高掌柜为着赶货，为着月底账面好看，偷了火候，以次充好，砸了裘州全县审计这块牌子。周世昌处处使假，齐东家堂堂正正来打都没打垮咱，可自家人一松手，就能把咱的名声搞垮。那怎么办？告他，撤了他？可光撤一个高掌柜，止不住血，我们得亲自去。备车去清河。东家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月清河的出货可是12家头1份。火催过了，骨没酥，味道也不对。东家，我也是为了铺子，货出得快，月底账才好看，咱分号才开得多，开得旺啊！开得多，开得旺，也不是给审计这2个字长脸。清河的父老，这些日子你们买的审计鱼腥咸扎嘴，是我审度没看住铺子，是审计对不住你们。凡是这半月在清河审计买过鱼的，拿着坛子有纸来，一律照价退钱。退完，我这新造上的鱼白请你们尝，尝什么才是真正的审计。做买卖的出了岔子，多是遮着掖着，头一回见东家亲自赔钱，当街认错的。对喽，就是这个味儿，连刺都化了。先前那些果然是坏了规矩的。铺子铺到几百里外，我这双眼看不过来，看不过来就得立一套替我看的规矩。清河的事儿你们都听说了，今日叫你们回来，不是罚谁，是重立规矩。这规矩立死了，审计才走得远。1. 入股分红绑责任，从前入股是年底分钱，往后谁的分号出了坏货砸了招牌，头一个扣的就是掌柜自己的股。 2. 师徒带徒分成保守，酥鱼的火候，去腥的门道，
只准师傅耍手传徒弟，一道一道验过关才准上灶。教的不精，带出坏活，师傅跟着担。3. 账清货明，落到每一家分号。苏掌柜立的这套账，每一坛鱼哪日下锅，火候几时，谁验的鲜，谁封的火信，一笔一笔都要记。从今往后，账不清货不明的分号不必等出事，先停业。东家，把苏谷的方子多抄几份，各分号存一份，是不是就不怕手艺走验了？方子写在纸上，只会丢，会被偷。真正的方子不在纸上，在心里。人守住了，手艺就丢不了。沈老板，我跑南北货，消息灵。我最近听说，连经理那几位贵人的府上采买的管事都在打听。是吗？敢问可是审计的沈老板当面？正是，这位是京城靖王府，奉王爷之命，请沈老板进京一趟。靖王，那可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。王爷千金之躯，寻我一个乡下卖鱼的，所谓何事？不瞒沈老板，金秋是太后60寿任，要办寿宴，宴上要一道鸭席的鱼。太后寿宴，那是要进京供的。和他心意便建上去。王爷说了，去与不去，全凭沈老板自己。京城那样的地方，一个不小心就是掉脑袋的事儿。江儿，你还记得渡口那筐喂鸭的废鱼吗？这一口鱼从渡口一路走到今天，靠的是真鱼。京城再深，我端出去的还是那锅真鱼，这没什么可怕的。我进京这些日子，州城总铺各家分号就交给你们了，规矩你们都清楚。沈老板放心去，谁敢在你不在的时候偷工，我头一个不饶他。娘，京城是什么样子呀？比州城还大吗？比州城大得多。爹带你去，让你也看看爹的鱼要走多远的路。那鱼要给京城的人吃吗？要给一位老奶奶做寿。沈老板，前头就是靖王府了，王爷不许张扬，府里一切从简。沈老板见了，莫要居住。不必多礼。王爷厚爱，沈某惶恐。本王先说句痛快话，你的古苏鱼鱼飒，本王尝过，天下再没第二家。这样的手艺，埋在湘乡也可惜了。本王出3000两，买断你的方子与字号。你若愿意，本王还可保你一个官身，做个御膳司的从九品，衣食无忧，光宗耀祖。王爷的抬举，沈某记在心，可这方子不卖，这官身也不敢受。哦，3000两加一个官身，还留不住你？说说看。这方子卖了，10几家分号，几百号靠这几口锅吃饭的人就断了活路。至于官身，沈某一双手是拿来煨鱼的，带了乌纱，反倒煨不好这口鱼了。好一个带了乌纱煨不好鱼！本王在这京城见惯了削尖脑袋求官的，头一回见有人把官身往外推。太后60寿辰，宴上要一道鸭席的鱼，本王想见你的古苏鱼上去。宫里的古法苏骨鱼讲究古苏而行权，你那古苏鱼苏是苏了，一家却散了形，上不了寿宴的席面。苏了骨又要不散形，这两样确实难。你以前没做过？没做过，不等于做不成。王爷，容我试，做不成我认，做得成这道鱼就替大江村，也替沈记挣个体面。想了一夜，还是没头绪。苏骨我有把握，可要苏了骨又不散形，我得好好想想。爹，你把鱼绑起来，它就不散啦。诺诺好聪明，可是爹爹试过了还是不行。这门道怕是得有懂古法的人点一点。沈老板，王爷请你到前厅，有位贵客要见你。好的。沈度，这位王喇当年是御膳房掌勺的头一人，宫里就属他最会做鱼，如今告老在京，本王3请4请才把他请来。晚辈沈度见过王老。丑话说前头，我来不是教你，是瞧瞧你这后生够不够格学。晚辈不图这门手艺扬名，只想把太后寿宴这一口鱼做得实实在在，够不够格，周老看晚辈做便是。刮鳞、剖腹、去腮到撕黑膜，手艺不错。乡下地方谁教你的？一锅一锅试出来的。我在宫里熬了50年，见过多少投机取巧的。你这后生不图官不图名，这份本分比手艺难得。古法苏骨要苏骨又不散形，官期就一个，大小火交替，中间要提出来亮透，一提一回形就锁住了，骨也能苏到底。官桥我点给你了，你们就夫妻2人，守得住吗？头道大火，定型一炷香。香过半了，到了。转文火苏骨，这一手是3个时辰。爹，我帮你看着柴柴。好，
茶要一根一根添，不能急。火急了，醒他了。这也是第3回了，你2日2夜没合眼。没事，重来。爹，我不困，我陪你守鱼鱼。太好了，成了，终于成了。一会儿呈上御前的就是这一道。沈家，紧张吗？不紧张，这鱼从渡口一路做到今天，做的是同一口，呈给谁都是他。这鱼入口即化，连刺都酥，形却纹丝不乱。老身活了60岁，头一回吃到这样的鱼。靖王，这鱼是何人所制？赏。回母后，是州城一位民间的沈老板，此人一双手从乡野渡口把这口鱼做到了御前。太后懿旨，赐沈渡黄金100两绸缎10匹。太后另有一句，此等手艺若得以官身入御膳司当差，也算不埋没。谢太后天恩，黄金绸缎，沈某愧你。只是这官身，沈某斗胆，恳请太后收回。你可知多少人求这一个官身求不来，你竟敢辞？沈某一双手是拿来煨鱼的，入了御膳司，一辈子守着这一口御前的鱼是荣耀。可沈某身后有大江村几十户人家的鱼，10几家分号几百号人的生计，沈某不敢贪这份荣耀，只求回去接着煨鱼，带相邻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太后的赏赐你也要推？黄金绸缎，沈某愧礼。只是沈某斗胆，想求王爷一件事。说。沈某想请王爷替沈记的渔坊，替大江村的乡邻讨一道护身的话。护身的话，沈某一个乡下人，从渡口做到御前，靠的是真货。沈记但凡账清货明，不害一个人，官府查案能给一分公道，别叫人平白冤了去。满京城的人得了太后赏赐，求的是加官进忠，活路一门生意的清白。你倒好，这话本王替你放出去。往后谁进你沈记的门，一抬头先看见这2个字。王爷这2个字比金山前银山还重，沈某一定守着它，不敢辱没。昭儿，京城好不好？好，天底下再没比这更好的地方了。京城再好是别人的地界，咱的根在渡口。京城的铺子交给可靠的人守着，咱该回去了。好多人！沈老板，你回来了！诸位乡亲，沈渡回来了。沈老板，当年我还笑话你捡鸭食吃，如今我这一家老小全靠给你沈记送鱼过活。老哥说的哪里话？当年若不是这渡口的杂鱼，我沈渡也翻不了身。沈老板，你可知道，自打你收鱼，这渡口就没人再往河里倒鱼喂鸭了，家家的杂鱼都是钱。这些年，沈记的鱼卖到了州城，卖进了京城，上了太后的寿宴。可这手艺的根在咱大江村。今天我立个规矩，去腥火候这些本分的功夫，我毫无保留，手把手教给大江村每一户愿意学的人家。学会了，你们自家喂自家做，沈记照价收，或者你们自个儿卖，我绝不拦。这手艺你也肯教？那你不怕大伙学会了抢你沈记的生意？一家富不算富，全村的鱼都有处去，家家灶上都飘着酥鱼香，那才叫富。我沈渡一个人的锅喂不饱一个村，可一个村的锅能撑起一片天。都仔细着点儿。沈记教的规矩：黑磨丝干净，兴线去利落。咱大江村出去的鱼不能砸了招牌。梅娘嫂，你当年可是笑话沈老板最凶的那个。骂归骂，人家有本事，我头一个服。如今我靠这门手艺，我家那口子都不用种地了，光在家伺候我。沈小子，我那清汤面摊如今改成张记酥鱼面了，就靠你这鱼，我这把老骨头日子过得比谁都滋润。当年我给你立的那几条规矩，来路不明不收，臭鱼不卖。如今大江村家家都守着，这渡口的鱼，我这郎中吃得放心。从镇上市司到州城，再到如今沈记这一路，我算是看着走过来的。账清货明4个字，你守了3年，一分没松。如今我这村文书最忙的活计，就是替各家写酥鱼坊的招牌，记买卖的契书喽。这本账从何老根家头一桶杂鱼记起，我都留着呢。何老根杂鱼160两，赵梅娘家小鱼半筐，王堂主糖鱼起货。江儿，你还记得第一次做鱼那个晚上吗？头一锅鱼守到天亮，我说他们看见的是喂鸭的废料，我看见的是命。记得。那时我以为这鱼救的是咱一家的命，如今才明白，他救的是全村人的命。从2两银子的债
岛屿前的贡鱼，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当是做梦。不是梦，是咱一锅一锅实实在在熬出来的。